这绝对是我见到过最豪华的地下庇护所了。当克鲁刚走到中伯利亚森林深处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竟然让他彻底迷失了方向。他沿着草丛向前跑，看天气，他感觉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预兆。虽然沙尘很快就停止了，但他非常担心会出现更恶劣的天气。于是他拿出工具，开始在地上画线。他必须要在天黑之前在这里建造出庇护所。别看现在这里很安静，但森林深处的野生物种随时都有可能窜出来。同时，他还担心沙尘会再次出现。为了住得更加安全，他决定将庇护所建造在地下。如果你所在的地区2年内没出现过沙尘暴，那你就在评论区吱一声，我看看哪个地区环境这么好。或者你就在评论区里打出来一个龙的表情。据说高级一点的设备打出来的龙都带身子，我打出来的就没有。我想看看都有谁和我的龙一样。当他感觉下挖的深度已经够用时，他开始在墙壁上画线。他下挖的位置靠近土坡的崖壁，于是他在墙上挖出来了一个观察哨。这样不仅能随时查看外面的情况，最重要的是还能给庇护所内通风。之后，他要在拐角处挖出烟道。经常在户外生活的他知道，中伯利亚的昼夜温差很大，夜晚到来时，森林的温度会迅速下降。而今天，他要在这里打造出一个既温暖又豪华的地下小屋。他利用了细枝做出来了土造的框架，之后他就利用了黄土对框架进行了完善。土造制作完成后，他将长短一样的木头严丝合缝地塞在了墙体的凹陷处。现在的出风口和土灶连接在了一起，当内部的壁炉点燃时，烟雾就会顺着烟道向上飘，从而形成烟囱效果。目前看来，烟道制作得很成功，内部没有一点漏烟的地方。持续燃烧的篝火会慢慢驱散地下的湿气，同时也会驱散大部分的虫子。而为了庇护所能更加稳固，克鲁利用木头对墙体进行了加固。看天气可能不太好，他也开始加快了建造的速度。正当他还在加固庇护所墙体的时候，一场大风再次席卷而来，紧接着一场大雨也跟随着大风一起降临。不过，这种沙尘天气不会持续太久，等乌云过去之后，克鲁准备要打造屋顶。他认为，只要将屋顶制作完成，如果再遇到恶劣的天气，他就能直接躲在里面了。他利用原木在屋顶上铺上了一层，之后他在草丛里找来了很多的植物铺在了屋顶上。他想要将这间庇护所完全隐藏在森林中，只有自己才能找到进去的入口，这样他感觉会更安全。他把箱子的底部切掉，然后将其放在了入口上。现在谁能想到，在百里无人的荒原中，这破箱子下面竟然还能藏着一个安全小屋呢？屋内整理完之后，天已经黑了，克鲁也要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餐。他将烤架放进壁炉里，然后把锅放在烤架上加热。紧接着，他就将背包里面的马铃薯拿了出来。这东西非常好保存，而且还很好吃。今晚他要在这里制作一顿他在北欧的家中最喜欢吃的一道美食。他先把马铃薯切成了块状，然后在锅内放入黄油。油热之后，他将马铃薯放了进去。食物在加热的同时，马铃薯会吸收大部分的油脂，而散发出的清香味瞬间就打开了克鲁的味蕾。现在的马铃薯已经被煎至焦黄，而更喜欢软糯口感的克鲁又将锅放回壁炉继续加热。现在他感觉食物已经熟透了，然后就将锅拿了出来。他将薯条倒在了盘子之后，放了一些简单的调料。做好后，他拿起来吃了一口。这种碳水混合着油脂的口感，再配合着蒜香，他感觉今天的晚餐实在是太美味了。饭后，他好像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，但从窗户外看下去，好像没有什么问题。他感觉可能是自己太累了，产生了幻觉，于是他脱掉了鞋子，躺在了床上。刚要睡着，他感觉还是听到了一些声音。不过克鲁认为他的地下庇护所足够安全，而且还很隐蔽，他也就不再担心了。
将蜡烛吹灭后，他直接就睡着了。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今夜至少有3波客人曾到访过他的庇护所门前。